中俄友好是一回事，但说俄罗斯要将整个远东交给中国来开发，这纯属谣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田少。在俄乌冲突长期化的背景下，俄罗斯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被迫向东看，也就是进一步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欧洲不断强化的限价制裁，导致从俄罗斯进口石化能源的数量进一步降低，而中俄贸易额则不断上升，2022年创下了历史新高。如果再考虑到美国对中俄的战略打压，中俄发展背靠背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甚至是没有上限的关系，成为稳定全球战略格局的重要力量。但是如果有人认为逆境中的俄罗斯对中国完全没有戒心，或者说中俄两国几乎没有矛盾，那就太幼稚了。而基于中俄友好的背景，有人造谣说俄罗斯计划将整个远东地区交给中国开发，这不但不符合事实，也会造成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威胁的焦虑，可以说是适得其反的举动。近日，中国互联网上某些自媒体声称，俄罗斯计划将远东69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交给中国做特区。这则消息源自梅德韦杰夫以统一俄罗斯党的主席身份访华之后，中国之间签订了包括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农业、汽车工业、机械设备、信息产业等在内的79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600亿美元。为了促进中俄合作，俄罗斯方面则学习中国设置深圳、珠海等特区的经验，准备划设总面积696万平方公里的特区，不但要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中国投资，对中国人在远东承包土地也是持开放态度。如果我们不进行仔细的调查，这则所谓的新闻看起来非常提气，不但证明了中俄友谊的发展、战略互信的加深，也非常符合当前俄罗斯发展向东看的现实。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件事原本就是谎言。首先，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总面积为621.59万平方公里，从来就没有696万平方公里这个说法，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用6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做特区，而中国呢，也没有这么多的钱去帮助俄罗斯开发如此大的不毛之地。其次，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切孔科夫只是向中国提议在黑瞎子岛建立自由贸易区，面积呢仅为250多平方公里。黑瞎子岛中国占176平方公里，俄罗斯占174平方公里，就这么大一点地方建个自贸区，俄罗斯方面都认为太敏感，到现在也没有接受。俄罗斯是一个对领土特别敏感的国家，在中国实力越来越强大的当下，你认为俄罗斯愿意把远东6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拿来做特区吗？可以说完全不可能。最后，中国自媒体胡乱炒作假消息，反而会引发俄罗斯国内民众的忧虑。有些人认为，中国趁着俄罗斯军队深陷乌克兰战场之际，想要恢复历史上被俄罗斯侵占的远东地区。中国国内有些自媒体一直对历史上沙俄吞并中国的领土耿耿于怀，也有些人想无限夸大中俄当前的战略互近，这些都是极端的思考。总体而言，当前俄罗斯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历史时期，而且现在的俄罗斯对中国呢也不存在着军事威胁，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实力。但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对领土特别敏感，对中国的强大也有一定的戒心，以中国增强战略互信、加强经贸关系是其所愿，但不会涉及到影响俄罗斯安全的议题，这原本就非常正常。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夸大中俄友谊，通过造谣的方式在俄罗斯引发中国威胁论，这样搞真的是好心办坏事。也可以这么说，自媒体做节目必须基于事实而不是情绪，不能通过谎言来博取眼球，这样做只会给中国外交捣乱。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